美国情报称，俄军要从朝鲜进口火箭弹和炮弹。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新解密的美国情报指出，俄罗斯正向朝鲜购买数百万发炮弹和火箭弹，此举彰显了西方制裁俄罗斯正在严重地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军工产能，迫使莫斯科转向其他国家获得军事物资。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美国的情报并未揭露俄罗斯在何时向朝鲜采购了多少数量的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确切型号。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炮弹、火箭弹以外呢，预期俄罗斯也将试图向平壤购买其他的军事装备和物资。美方认为，经济制裁确实对俄罗斯重建军队的能力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妨碍了莫斯科购买武器或购买能够制造武器的电子设备及其他的原材料。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转向朝鲜购买武器装备，显示莫斯科的迫切需要。这代表着俄罗斯无法生产发动战争所需的最基本的军事设备，因为平壤生产的152毫米炮弹或火箭弹都不是高科技产品。近几个月来，西方不断地报告俄罗斯军工产业面临着失败的消息，从巡航导弹高达60%的发射失败率，无法持续补充精确制导武器，再到从伊朗进口无人机。现在看起来，连最基本的炮弹和火箭弹都不能够大批量生产了。要知道，现在的俄乌冲突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双方的炮战。一旦火炮失去优势，就意味着俄军将失去最基本的获胜希望。美国的情报分析称，乌克兰加强了对俄军弹药库的攻击，有迹象显示，碍于维护和储备等问题，俄军的炮战效率已经下降。西方的观察家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炮弹在空中爆炸，它毁伤敌军的面积呢，相对来讲比较大。不过近期俄军的火炮轰击所形成的弹坑画面显示，许多炮弹是在落地后才爆炸的，这就降低了对乌军战壕的破坏。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真的会因为西方的制裁而出现炮弹严重匮乏，需要从朝鲜进口武器装备吗？答案是可能性非常小。常规炮弹的生产使用的是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工艺，而这些生产工艺呢非常成熟，不存在因为西方的制裁而受到影响的问题。如果说俄罗斯因为西方的制裁而无法快速生产精确制导的武器，那么相对来讲还比较合理，因为精确制导武器很多的精密元器件，俄罗斯确实是依赖西方的进口。而炮弹和火箭弹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相比之下，精确制导炸弹的生产周期长，速度慢，而普通的炮弹和火箭炮弹并不涉及高精尖的技术，原材料俄罗斯也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因此西方国家制裁并不会影响到俄罗斯军工企业大批量生产炮弹。在俄乌冲突打了7个月之后，俄罗斯还不至于现在才想起来弹药不够用的情况，因为这从逻辑上讲不通。目前俄军使用的炮弹都是库存时间相当长的那些弹药，而新补充的弹药还要先放在仓库里，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俄罗斯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乌军，他还要考虑今后跟西方国家之间展开大规模的常规作战，因此不可不做预先的准备。第二，俄罗斯拥有庞大的苏联炮弹库存，在短时间内其弹药数量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炮弹是一种可以存放几十年的武器，而前苏联呢又拥有非常惊人的库存，而这些库存大部分都被俄罗斯继承了。现在俄乌战场每天消耗的炮弹数量
不过就是4到6万发，相比于俄罗斯拥有的炮弹储备，可以说不值一提。除非俄罗斯军队在过去的20年内已经破坏了对炮弹的战略储备机制，将那些库存的弹药呢出口给其他国家。但是从前20年的俄罗斯出口的弹药种类情况看，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第三，俄罗斯同样拥有数量可观的龙卷风远程火箭炮，他们缺少的只是精确制导炮弹和无人机，而不是射程更远的朝鲜火箭炮和炮弹。最近呢，也有消息传出，说俄罗斯想买朝鲜的远程和超远程火箭炮，这从道理上呢也说不通，因为朝鲜的远程火箭炮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上并不高，不足以弥补俄罗斯远程火箭炮数量的不足。第四，从朝鲜进口火炮、火箭炮以及相应的炮弹这些传统武器，会严重的影响俄罗斯的传统军火出口大国形象。另外呢，对俄罗斯来说，无论是从伊朗买无人机，还是从朝鲜买炮弹，都将破坏其军火出口大国的形象，这对未来俄罗斯军火的出口会造成不利的影响。美国政府发言人科比对这件事儿的回应是，他认为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有关采购弹药的讨论还在进行中，没有迹象表明整个购买已经完成。而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的教授表示，美国媒体此类报道是为了制造俄罗斯虚弱的假象。总体来看，俄罗斯从朝鲜购买炮弹可能就是美国人所炮制的一条假新闻。如果假新闻能成真，那么俄罗斯军队就真的陷入困境了。但是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